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一份独特而珍贵的礼物，那就是内心深处被封印的神性。这种神性如同一颗尚未绽放的种子，蕴含着无限的潜能和可能性。然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触及这份内在的力量，让它沉睡在意识的深处，未能真正觉醒和绽放。这种被封印的神性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元神。元神是我们生命本质的体现，是超越肉体和思维的纯粹意识。它代表着我们最真实最本源的自我，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当我们的元神被唤醒时，我们就能够突破常规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限制，发挥出远超想象的潜能。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被繁琐的日常事务和外部世界的喧嚣所困扰，逐渐忽视了内心这份宝贵的礼物。我们被社会规范教育体系和个人经历所塑造，形成了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些外在因素如同一层厚厚的面纱，遮蔽了我们内心的神性光芒，使我们难以触及自己的本真。觉醒元神意味着揭开这层面纱，重新认识和接纳我们内在的力量。这个过程需要我们保持开放和好奇的心态，勇于探索自己内心的未知领域。通过持续的自我觉察和内省，我们可以逐渐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解开束缚我们的枷锁，让内在的神性得以显现。当我们开始觉醒元神时，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奇妙的变化。我们可能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洞察力，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和挑战。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与周围环境更深层次的连接，体验到生命的和谐与统一。这种觉醒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生活品质，还能够对周围的人和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觉醒元神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和修炼的旅程。它要求我们保持耐心和恒心，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障碍，但这些都是成长和进步的必经之路。每一次克服困难，都是我们向着全面觉醒迈进的一步。因此，理解并接受每个人内心都有被封印的神性这一事实，是我们开启自我觉醒之旅的第一步。通过觉醒元神，我们能够逐步打开内心的宝藏，释放出无限的潜能。这不仅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还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真正的自我实现和人生价值。让我们携手踏上这段觉醒之旅，共同探索内心的无限可能。在探索生命意义的旅程中，元神觉醒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的提升，更是一种生命本质的回归。当我们开始觉醒内在的神性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和洞察力。这种觉醒带来的最直接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获得了一种近乎心想事成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神话传说中的魔法，而是源于我们与宇宙能量的深度连接。当我们的元神觉醒时，我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开始能够精准地捕捉机会，做出正确的决策，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为我们的愿望服务。这种状态下，我们往往能够轻松地实现过去认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犹如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随着元神的觉醒，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开始自然而然地吸引财富。这并不意味着金钱会凭空出现，而是我们会突然对创造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能够洞察市场需求，发现潜在机遇，
并且有勇气和智慧去把握这些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财富的定义会发生改变，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包括了精神、智慧、关系等多个维度的丰盛。言出法随是元神觉醒后另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言语开始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这并非源于某种神秘力量，而是因为我们的话语中蕴含了更多的智慧、真诚和洞察力。我们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效地沟通和协调，从而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意愿。元神觉醒还会带来一种内在的平和与自信，我们不再被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左右，而是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这种状态使我们能够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做出明智的决策。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想要的生活，这种信念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推动我们不断前进，实现自我。随着元神的进一步觉醒，我们会发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不再将自己视为孤立的个体，而是感受到与整个宇宙的深度连接。这种连接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接纳他人，也更容易获得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和谐的状态下，我们的行动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助力，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协助我们实现目标。在探索元神觉醒的旅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觉醒并非遥不可及的神秘体验，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日常修行逐步实现的内在转变。这种转变始于对自身情绪和想法的深入观察，犹如一位细心的科学家，以客观和好奇的态度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当我们开始关注内心的波动时，会发现情绪如同海面上的波浪，有时平静如镜，有时汹涌澎湃。每一个情绪的出现都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邀请我们深入探索其根源。这种观察不应带有批判或抗拒，而是以平和接纳的心态，让每一种情绪自然流动，如同观看一场内心的电影。与此同时，我们的思想也在不断涌现，如同天空中飘过的云彩。有些想法明亮而清晰，有些则模糊不定。通过静心观察，我们可以逐渐识别出那些重复出现的思维模式，了解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决策。这种自我觉察的过程，就像是在自己的心灵花园中除草，辨别哪些想法值得培养，哪些需要温和的放手。将外界视为内心的镜子，是觉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开始意识到，所经历的每一个外部事件，实际上都在映射我们内心的某个方面。那些让我们感到愤怒、沮丧或恐惧的情况，往往反映了我们内心未解决的冲突或未被承认的阴影。这种认知转变让我们不再将责任完全推给外部世界，而是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寻找真正的解决之道。通过这种新的视角，我们可以将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都视为成长的机会。当面对困难时，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如何改变外部环境，而是更多的思考这个情况如何反映了我内心的需要或恐惧，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这种内省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是消除对立的关键。这里的和解不仅指与他人和解，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的内心和解。当我们接纳自己的全部，包括那些我们曾经试图否认或隐藏的部分时，内心的对立就会开始消融。这种自我接纳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内在空间，让我们能够以更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许多曾经困扰我们的外部冲突，
实际上源于内心的不和谐。当我们学会与自己的不同方面和谐相处时，这种内在的平衡自然会反映在我们的外部关系中。我们变得更能理解他人，更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更有能力化解矛盾。这种觉醒方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持续练习和耐心的过程。每一次自我观察，每一次将外界视为镜子的尝试，每一次内心的和解，都是通向元神觉醒的一小步。随着实践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即使在面对外部动荡时也能保持中心。这种内在的转变最终会带来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我们不再被外界的评判所困扰，不再陷入无谓的冲突，而是能够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通过持续的自我觉察和内心和解，我们逐渐接近自己的本真，释放出被封印已久的神性力量。在我们探索元神觉醒的旅程中，修行过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一条从表象到本质，从外在到内在的蜕变之路。当我们开始这段旅程时，首先需要培养对自身感官的敏锐觉察能力。这种觉察不仅仅是简单的感知外界刺激，更是要学会观察自己对这些刺激的反应。我们可以静心感受阳光洒在皮肤上的温暖，聆听微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或是品味一口茶水在舌尖绽放的滋味。通过这些细微的感知，我们逐渐打开了通往内在世界的大门。随着感官觉察能力的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内在的思维和情感世界。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念头如同流水般川流不息，情绪也像云彩一样变幻莫测。关键在于保持觉知，而不被这些内在活动所困扰。我们学会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思维和情感，既不压抑也不放纵，而是以平和的心态接纳它们的存在。这种内观的练习帮助我们逐渐摆脱了对外在事物的过度依赖，开始触碰到内心深处的宁静。在持续的修行中，我们的意识开始发生质的飞跃，曾经被忽视的内在智慧逐渐显现，这就是所谓的元神开始苏醒的征兆。我们可能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清明和洞察力，仿佛有一盏明灯在内心点亮，照亮了生命的本质。在这个阶段，我们开始能够更加直观地感知事物的真相，不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生活中的许多困扰似乎都找到了解决的方向，我们变得更加从容智慧和富有同理心。随着修行的深入，我们逐渐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个层次上，自我与宇宙的界限开始模糊，我们不再将自己视为独立于世界的个体，而是感受到与万物的深刻联系。这种状态下，我们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与宇宙的规律相协调，不再有刻意为之的痕迹。生活变成了一曲优美的交响乐，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地融入整体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修行和体悟。有时我们可能会暂时失去这种状态，但只要坚持修行，就能够重新找回那种和谐一致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成为了修行的机会，每一次呼吸都是与宇宙共振的时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些无形的枷锁束缚着我们的潜能。这些枷锁可能源于社会规范、他人期望或自我限制，它们如同封印一般，将我们内在的神性力量牢牢锁住。要想真正觉醒元神，释放无限潜能，我们必须学会打破这些封印，
给予自己真正的自由。解除这些内在束缚的第一步，是认识到我们的情绪常常被外界环境所左右。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沮丧、愤怒或焦虑，而在顺境中又可能变得得意忘形。这种情绪的起伏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外界的依赖以及内心自由的缺失。要打破这种模式，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的意识，将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在，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但不被其所控制。通过持续的自我觉察，我们可以逐渐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平静。这种平静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理解和接纳。我们开始意识到，外界的事物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影响我们的是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解读和反应。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各种境遇时，我们就真正开始给予自己自由，不再被外物所左右。这种内在自由的建立，需要我们培养新的习惯。例如，当面对挑战时，我们可以尝试暂停片刻，深呼吸，观察自己的内心状态，而不是立即做出反应。我们可以问自己，这种情况真的值得我如此情绪化吗？或者有没有另一种更积极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通过这样的自我对话，我们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应对模式，不再被情绪所主导。另一个重要的习惯是学会放下。我们常常因为过分执着于某些想法、期望或过去的经历而感到痛苦。学会放下不仅能让我们更自由，也能为新的可能性打开大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目标或价值观，而是要以更开放灵活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冥想和正念练习可以成为有力的工具。通过定期的冥想，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观察自己的思维模式，识别那些限制我们的信念，并逐步将其转化。正念练习则帮助我们活在当下，减少对过去的懊悔和对未来的焦虑，从而获得更多的内在平静和自由。随着这些新习惯的形成，我们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从容自信和富有创造力。我们不再被外界的评价所困扰，也不再过分在意他人的看法。相反，我们开始更多地倾听内心的声音，遵循自己的直觉和智慧。这种内在的自由和力量，正是元神觉醒的重要标志。当我们真正学会给予自己自由，不再被外物左右情绪，我们就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生活。曾经的困难可能转变为成长的机会，曾经的对手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我们开始感受到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珍贵的礼物，每一次经历都是通向更高觉知的阶梯。这种觉醒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世界与我们互动的方式。在追求内在自由和元神觉醒的道路上，进入心流状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这种状态不仅能让我们体验到深层的宁静和满足，还能让我们释放出潜藏的创造力和智慧。心流这个看似神秘的概念，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美妙体验。当我们全身心投入某项活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甚至忽略了自我的存在，我们就进入了心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行动和意识完美融合，仿佛一切都变得轻松自如。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我们热爱的工作中，也可能出现在艺术创作或运动过程中。无论是画家挥洒画笔的瞬间，还是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出神表现，都是心流状态的生动体现。要进入心流状态，首先需要学会放空自我。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思考，而是要暂时搁置那些常常困扰我们的自我批评、怀疑和焦虑。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开放和接纳的态度，允许思绪自由流动，不加以判断或控制。这种放空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或简单的专注于当下的感官体验来实现。随着练习，我们会发现内心逐渐变得宁静，各种想法和情绪如云彩般自然飘过，不再纠缠不休。这种内心的自由流动状态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更深层次意识的大门。在这里，我们可以接触到平时被忽视的灵感和洞见，创造力得到极大的释放。达到忘我境界是心流状态的最高形式。在这种状态下，自我意识暂时消融，我们与所从事的活动完全融为一体。时间的概念变得模糊，空间感也可能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大或更小，仿佛与整个宇宙相连。这种体验不仅带来深刻的满足感，还能让我们触碰到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的奥秘。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心流状态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持续的练习和耐心。开始时，我们可能只能短暂地体验到这种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进入心流的能力会逐渐增强。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和好奇的心态，不要过分追求或强求结果。心流状态的培养不仅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当我们学会在日常生活中频繁进入心流状态时，我们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我们不再被琐碎的烦恼所困扰，而是能够以更加平和和智慧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深层的内在自由和与当下的完美融合，正是元神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不断练习进入心流状态，我们逐步拓展了意识的边界，开启了通往更高层次精神境界的大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释放出无限的潜能，还能够体验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探索内在自由和元神觉醒的旅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心流状态的重要性。然而，仅仅追求心流还不足以完全改变我们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强大而神奇的工具悄然浮现——发愿的力量。发愿不仅仅是简单的许下心愿或设定目标，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实践，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引导我们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当我们真诚地发愿时，仿佛在宇宙中播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生根发芽，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发愿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在于它能够调动我们的潜意识和宇宙的能量。当我们明确表达我们的愿望时，我们的潜意识会开始寻找实现这个愿望的方法和机会。同时，这种专注和决心也会吸引宇宙中与我们愿望相匹配的能量和资源。然而，发愿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相反，它常常会带来挑战和困难。这些看似的障碍，实际上是我们成长和进化的机会。每一个困难都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通过克服这些困难，我们不仅离我们的愿望更近了一步，还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例如，如果我们发愿要成为一个更有同理心的人，生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各种需要我们展现同理心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或困难，但正是通过面对和处理这些情况，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和加强我们的同理心。发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能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动力。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失望，但是
当我们回想起我们的愿望时，它能够重新点燃我们内心的火焰，给予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发愿并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需要经常回顾和调整我们的愿望，确保它们仍然与我们的真实自我相符。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变化，我们的愿望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是完全正常和健康的。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冥想、写作或口头宣告等方式来加强我们的愿望。重要的是要用积极肯定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愿望，并且要相信这些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因为宇宙可能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愿望。通过发愿的力量，我们不仅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可以影响周围的世界。当我们的愿望与更大的善向一致时，我们就成为了积极变革的催化剂，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认识让我们的发愿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更是为了集体的福祉。在探索发愿力量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变革始于内心。通过发愿，我们不仅在改变外部环境，更是在重塑自己的内在世界。这种内外兼修的过程，正是通往真我实现元神觉醒的重要途径。在探索元神觉醒的旅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个深刻而本质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我？这个看似简单却又极其复杂的问题，引导我们走向一条自我认知和内在探索的道路。弗洛伊德曾提出人格结构理论，将人的心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而在东方哲学中，则有类似的真我概念。理解这些概念，对于我们寻找真实自我、实现元神觉醒具有重要意义。本我代表了我们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它遵循快乐原则，追求及时满足。这部分的我往往被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所压制，但却是我们内在动力的重要来源。自我则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它平衡了本我的欲望和外部世界的要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我。而真我，或者说超我，则代表了我们内心最高尚的部分，是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的化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被自我所主导，在本我的冲动和社会规范之间寻求平衡。然而，真正的元神觉醒需要我们更多的接触和展现真我。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本我或自我，而是要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提高真我在生命中的比重，意味着我们要更多地聆听内心的声音，追随内在的指引，而不是被外部世界的期望所左右。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它需要我们持续的自我观察和反思。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日记写作或者深度对话等方式，逐渐增强对自身思想和情感的觉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我们认为是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实际上是受到社会条件制约的结果。真正的我往往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下，需要我们耐心的探索和发现。随着我们对真我的认识逐渐加深，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内在的冲突和调整。这是因为真我的价值观和追求可能与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存在差异。然而，正是这种内在的调和过程，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做出更符合内心的选择。这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更是一个逐渐觉醒回归本真的旅程。在这个寻找真我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惑。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自己，或者担心追随内心会导致与现实世界的脱节。
然而，真正的智慧在于找到一种方式，既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又能在现实世界中有效地运作。这需要我们保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不断学习和成长。随着真我在我们生命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更加自在。我们的决策不再仅仅基于外部压力或及时满足，而是更多的源于内心的智慧和洞察。这种转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职业选择，甚至是生活的整体方向。我们可能会发现，当我们真正按照内心的指引生活时，生活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和充实。在探索真我和实现元神觉醒的旅程中，我们逐渐接近生命的本源，开启了一扇通往内在无限潜能的大门。随着元神的回归，我们将体验到一系列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我们的内在世界，还会彻底改变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方式。当我们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时，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开始消融，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烦恼和焦虑，仿佛冰雪遇到阳光，逐渐融化。我们不再感到身体和心灵是分离的实体，而是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整体感。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倾听身体的需求，同时也能更清晰地感知内心的声音。身心的和谐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健康水平，还增强了我们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随着元神的觉醒，我们的智慧也随之增长。这种智慧不同于书本知识或经验积累，而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质的洞察力。我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能够穿透表象，直达事物的本质。问题不再是令人畏惧的障碍，而成为促进成长的机会。我们学会在复杂的情况中保持清晰的头脑，做出明智的决策。这种智慧的增长使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游刃有余，能够以更加从容和优雅的方式应对各种挑战。元神回归还带来情感的升华，我们不再被情绪的起伏所左右，而是能够以更加平和和包容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际遇。对他人的理解和同理心大大增强，使我们能够建立更加深厚和真挚的人际关系。我们学会了无条件地爱自己，也因此能够更加真诚地爱他人。这种情感的升华不仅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使我们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道温暖阳光。最终，元神的回归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命运轨迹。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命运的受害者，而是认识到自己才是生命的真正主宰。我们开始主动创造自己的现实，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既定的结果。那些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如今变得触手可及。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获得丰盛，更在精神层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这种深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我们在这条觉醒之路上不断前进，我们会发现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开始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珍惜每一次呼吸，感恩每一个遇见。元神的回归不仅仅是个人的蜕变，更是对整个人类集体意识的一次提升。当越来越多的人实现元神觉醒时，我们将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充满爱与理解的世界。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唤醒元神，有如神助。我祝你早日激活被封印的能量。做事如有神助，更加强大。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
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